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昨天晚间美股下跌了0.43%，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昨天分时上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在日线级别上，这轮行情在完成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正在走的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起始位置呢，是在7月19日和7月20日的这两根 K 线构成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完之后，走八阶阳线和沙僧阳线组。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更多的震荡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但昨天的阴线呢，将沙僧阳线已经剿灭掉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仅有的一个重要的阳线生存的是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还存活的情况下，那上方呢依旧保持对美股多头的一个预期啊，意味着本轮行情仍然有可能走完它这轮行情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但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美股一直上涨的过程当中，比特币没有跟随，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下跌回调的过程。但是美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连续两根标志性的阴线了两个标志性的阴线出现之后，比特币没有出现快速的下跌虽然在小时线上我们看到截止到凌晨5点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波调整动作但它的这个调整幅度，我们看最大的调整幅度仅有1.58%因此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美股在上涨的时候，比特币是下跌的；美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特币没有进行跟跌这意味着一旦美股在当前位置上出现震荡行情，资金有更高的概率流向比特币。但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在事实上在日线级别的这个角度上出现了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呢，是7月14日的这根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连续的 K 线组连续的震荡呢，是悟空阴线遇到了妖怪下跌趋势产生之后，悟空阴线遇到了一组干扰性的 K 线，然后呢，在7月24日走出八阶阴线，目前的 K 线系统处在八阶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那行情当中有悟空阴线，有八阶阴线，下方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调整预期，这个预期仍然存在。那么预期的目标点位呢，是在27,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169均线和144均线可能缠绕的一个位置，也是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在前面两次行情当中，分别在6月中旬和3月中旬都起到了一定的反弹的支撑作用。因此呢，本轮行情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点位是在27,500。同时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仍然看到了周线级别6月19日的这周周线的悟空阳线存在的条件下。那上方呢是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所以呢，周线级别上，比特币处在上涨趋势当中，日线级别在调整。经历完日线级别调整之后，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没有被跌破的情况下，我们看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是在26,339，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走出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重新回到多头趋势当中。同时呢，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的一个平行式的结构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蓝色线和红色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今天点在这个区域上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和当前的一个下跌趋势形成了一个平行结构。那在完成平行结构后面我们认为多头也就是24,800到31,500这个区间的多头趋势也会产生一个在未来的一个平行结构也就是未来多头的一个动能。因此呢，我认为对于目前的比特币的多头来看虽然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但是一旦不断接近27,500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把这个多单在设置止损的条件下把它补充一些。同时呢，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给出的这样的几个条件最重要第一个呢是找到合理的布局的位置，第二呢是设置止损，第三呢是把握趋势目前周线级别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要看长做短。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把握这几点就构成 K 线西游战法趋势获利的条件。那这轮行情大多数主流币都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这种跌幅呢是和比特币的稳定性相比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我们看主要诱因呢是莱特币莱特币和 CRV 这两个币种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引发了主流币的集体
回撤。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莱特币在什么位置呢？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上，1440均线和169均线$120以下的莱特币是具有投资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结构上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线恰好在$120这个位置上。这条压力线呢是由20年12月份到22年3月份构成的。在这个位置上跌破之后，莱特币进入到它的一个黄金区域，这个黄金区域黄金坑的位置大概是在$50左右。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没有突破$120的压力线，并且回踩了下来，重新向黄金坑的区域运行。但这个黄金坑这个位置上$50，我认为基本上是到达不了但是呢，$120以下的莱特币是极具投资价值的。因此呢，本轮行情我认为莱特币可能会完成它的下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呢是伴随比特币的在日线级别上它的一个重要支撑$77跌破之后进入到日线级别的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大概的位置呢是在$60到$75这样的一个区间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黄金坑。到达这个区域之后莱特币可能会出现一轮快速反弹。我们认为莱特币减产之后的行情减半之后，产量减半之后的行情更值得期待因为呢，我们看到它的上一轮行情就是从$24到41320倍涨幅的这个过程，恰好就是减半之后的一轮快速拉升牛市行情。那么本轮也是类似的是，一旦进入$70到$60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日线级别黄金坑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就是开始布局莱特币的时间点。莱特币往往是一轮行情当中涨幅类似于比特币，但提前于比特币的所以呢，莱特币回调之后将进入到一个日线级别黄金坑的这个机会是应该让我们把握住的。从今天的多空数据来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次主流主流币种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以上的一个上涨趋势就是多头几乎为零只有4个币种，这4个币种呢都是特别山寨的一些所以呢，今天主流市场次主流很多板块呢都在调整，但调整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比如说BNT 昨天出现了一波上涨那就这个币种来说它是一个超跌反弹我们看到从高点到低点它的下跌幅度96%几乎是山寨币里面跌的比较多的那么这轮行情一直没有表现，突然一根阳线突破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回到了它正常应该波动的价格区间所以呢，这个动作量价齐升的动作，我认为是一个游资的行为。这个动作拉升动作之后呢，还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回撤，回撤完了之后，然后它才能跟随很多币种同步出现上涨和反弹行情。因此呢，对于短线的日线级别快速拉升，往往伴随的是对称性的下跌。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它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分别由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就很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下跌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看之前行情当中 Action就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结构在4小时级别上一波上涨之后，对称性下跌，然后回到了之前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走出了一日游行情。因此呢，这种一日游行情呢要快进快出，设置止损，不要追高，特别是在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往往就是一轮行情的见顶那么就长期而言BNT 呢还是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的但是呢这个介入的时候要分仓进场，设置止损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才能够在未来它有可能出现的多头趋势当中获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